为什么这部推理神剧会成为众多网友放在收藏夹里永远都不会删去的经典呢？它究竟好看在哪里？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8集外科医生杀人事件。在一辆特快列车上，2名中年男子正在聊天。头发多的那位叫中川，是一名外科医生；少的这位呢叫夏户，是一名私家侦探。原来在近段时间，侦探一直跟踪着中川，并且还拍下了他出轨的照片。中川得知此事，本想在中途用双倍的价钱买下这些照片，不料却遭到了侦探的嘲讽。据我调查，你根本就没钱，而且你能当上医生也全都是靠你老婆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背地里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说完，中川若有所思地回应道：如果这些照片到了我老婆的手里，那么我和她就得离婚，并且连我医生的职位也会保不住。这样下去，我的人生就彻底完蛋了呀！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能离开我的妻子，你就当帮我吧。说完，侦探表示，如果干我们这一行没有了职业操守，那么在这一行里就会臭名远扬，彻底混不下去。随后，侦探转身离开了这里，中川则拿起一旁侦探吃饭时留下来的汤碗开始搅动起来。原来，为了确保能成功拿到照片，中川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杀人计划。他在侦探的汤里偷偷加了安眠药。另一边，古田和金泉刚好出差，也坐上了这趟列车。在餐车车厢里，古田一直在寻找他喜欢吃的寿具田便当，可翻遍了整个车厢都没有找到。这时，中川来到餐车，刷卡买了一袋橘子，这引起了古田的注意。在岛国，很多人出门都会带上一个零钱袋，因为会收到很多硬币。一袋橘子的价格才区500日元，一般人都会使用硬币来支付，可中川却选择了刷卡，看来他是没有带零钱出门了。随后画面来到侦探这边，他已经在自己的座位上昏睡了过去。中川走到他旁边的位置坐下，用手肘狠狠地击打他的胸口，确定没有任何反应后，中川开始翻找照片。然而就在这时，身后有乘务员正在过来查票。中川停止摸索，拆开橘子，拿出一个放在了侦探的手上。接着他打开脚踏板，假装准备休息，可由于坐在第一排位置很紧，于是他将座椅靠背往后面调了一下，结果却引起了后座刀疤脸大哥的强烈不满。中川转头一看，发现此人惹不得，便将座椅靠背又重新恢复了原位，假装剥开橘子吃了起来。随后画面转过，金泉拿着一本杂志找到古田，表示这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古田知道金泉打的是什么小算盘，他就是想借此机会留在特等车厢。于是古田无情地拆穿了他，并且还说要举报他。看金泉这小眼神，果然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紧接着画面回到中川这边，他在侦探的衣服夹层里发现了照片，可扯了半天都没有将线扯开。眼看周围的人都在睡觉，中川直接把侦探的外套给脱了下来，然后拿出一个针筒和药剂，将药水从侦探的脚踝处注射了进去。做完这一切，中川拿着衣服准备离开。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位大妈正死死地盯着他。中川将药剂注射到男人的身体里，随后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身后有一位大妈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于是中川赶紧扭头慌张地离开了这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用笔将侦探大衣的缝线拆开，进行到一半时，古田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原来是中川的寿具田便当将古田吸引了过来。古田拿起便当对着中川说：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款便当，你这个是从哪里买到的？中川表示是自己上车前在路边的商店买的。两人正交谈着，突然列车发生了晃动，古田差点就摔倒在地。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8号车厢里，已经死去的侦探歪倒在了一旁。乘务员一看，还以为他是睡着了，结果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反应，这才察觉到了异样。随后乘务员开始到每个车厢里寻找医生。走到7号车厢时，中川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古田歪头一看，似乎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于是赶紧来到了值班室里，表明身份后，他检查了一下侦探的身体情况，发现这家伙已经饮恨西北。随后他叫乘务员去把7号车厢最前面穿卡其色风衣的那名中年男子叫来，他是一名医生，让他赶紧过来看一下。接着古田开始搜查死者的私人物品，发现此人是东京某侦探事务所的其中一名侦探，并且他还发现侦探的衣服里有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与此同时，列车乘务员根据古田的描述找到了中川，而中川则一脸懵逼，古田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医生的呢？思考了一会儿，中川披上侦探的风衣来到了值班室里。刚进门，古田就直接表示现在列车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你是医生，帮忙检查一下。说完，中川询问古田，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医生的呢？古田不做回答，让他赶紧检查。随后中川非常敷衍地检查了一下尸体的情况，表示死者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古田拿出一瓶药递给中川看，声称这是刚才从死者的口袋里翻找到的。中川闻了一下，表示这药就是治疗心脏病的。众人听完一致认为死者是属于自然死亡，便准备打电话通知殡仪馆。然而就在这时，古田突然表示死者很有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因为他的身上还有很多疑点。说完，古田拿出死者身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眼镜盒却没有眼镜在里面，有照相机却没有底片，有眼药水的瓶盖却没有发现眼药水，还有随身听里也没有放磁带在里面，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死者身上的这些东西都不完整，那么不见的另一半究竟去了哪里？接着古田表示，这些杂乱的东西好像都可以随身携带，会不会死者还有一件外套，那些东西就放在里面呢？说完，古田询问中川有什么物质注射到人体内，可以让人死亡后却检查不出来呢？中川表示，如果本身身体里就存在的物质，那就检查不出来。还没等中川说完，古田就抢先答道，氯化钾，如果一次性注射超过20毫升的氯化钾，那么就会引起心脏扩张和无力，最终导致死亡。说完，古田让中川检查一下死者的身上有没有针孔。中川掀开死者的2只胳膊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便想起身离开。然而就在这时，古田突然说道，有些染上毒瘾的患者也会从脚踝处注射到身体里去，你可以再检查一下死者的脚踝吗？没办法，中川没有理由拒绝，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检查。然而刚掀开裤脚，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且红肿的针眼。看到这一幕，古田赶紧吩咐乘务员联系下一站的警察，他们要在下一站将凶手捉拿归案。为了寻找证据，古田回到案发现场，坐在了死者的位置上。刚坐下，他就发现旁边的座位上有一根白色的橘丝，看来有人在这里吃过橘子。古田用手帕将橘丝给包了起来，然后又换到旁边的位置坐下。他将脚踏板打开，发现位置很拥挤，于是将座椅靠背往后面调了调。可这时，后面的刀疤脸大哥再次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古田将座椅恢复原位，然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他打听前排的人员情况。刀疤脸大哥表示，坐在前面的那个人好像身体很不舒服的样子，从我进来就看到他一直在熟睡，中途期间他好像有位同伴来这里看望过他，但是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当时我在睡觉。说完，画面来到中川这边，他将侦探衣服里面的东西拿到另外一节车厢扔掉。与此同时，古田来到值班室里闻了一下死者的手，然后又到11号车厢找到金泉，拍醒他表示来活了。接着古田回到自己车厢，坐在中川的旁边和他聊起了天。中川询问古田，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职业是一名医生的呢？古田回答道，我不光知道你是医生，而且我还知道你是一名外科医生。听完，中川瞬间呆住了，承认自己是某医院的外科部长。随后古田秀起了自己的智商，他指着寿具田便当说道，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职业？答案就藏在那个便当盒上面，盒子上面的打结手法就是外科医生才会使用的独一无二的捆绑手法，你们这种属于职业病。接着古田询问中川，乘务员来找医生时，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呢？中川表示自己不是爱出风头的人，所以就没有主动告知。两人正谈着，突然金泉跑了过来，说是调查到了一个重要线索，8号车厢的一个女人曾经看见过死者的同伴。古田表示把她带来。吩咐完金泉后，古田带着中川来到餐车车厢。中川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上一站列车停的时候，凶手上来给侦探打了一针后又跑下车去了？古田回应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有人突然给你打针，你一定会阻止。如果是在熟睡时做的案，那也一定会被疼痛惊醒，所以凶手想要完成在脚上打针这一步，就必须先让死者失去意识。然而让人失去意识这一过程，仅靠停车那么短的时间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凶手还在车上，并且他还坐在死者的旁边吃过橘子。此话一出，中川人都傻了，你怕不是看过剧本吧？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古田拿出橘子丝表示，这是在死者旁边的座位上发现的，吃过橘子的人手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然而死者的手上却什么味道都没有。说完，他将中川的手拉起来闻了一下，然后大笑着说，你吃过？中川也笑着回答，别开玩笑。两人正谈笑着，金泉带着那名女人来到了这里。女人大声说道，就是她。眼看被发现了，女人直接走上前，指着古田非常肯定地说，我看到坐在死者旁边的人就是他。古田瞬间懵逼了，怎么会是我？金泉赶紧指着中川说，这一位呢，你有没有看到过？女人笑着说，这人我没印象。听完此话，中川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假装生气地离开了这里。随后画面一转，古田拉着金泉再次找到中川，承认了他们刚才的错误，并请求医生再帮忙，协助他们调查最后一次。中川抱怨了几句后答应了古田的请求。随后古田带着中川来到了案发现场，表示要和他来一个案件重演。中川扮演凶手，古田扮演受害者。没办法，来都来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案件重演开始，中川按照古田的计划坐在他的旁边，先是假装聊天。然而就在这时，中川暴露了破绽，他打开脚踏板发现太拥挤了，下意识的想要去调整座椅靠背时，突然想到后面坐着的是刀疤脸大哥，于是立马停下了动作。随后中川用布假装迷晕古田，然后在他的脚踝处打上一针，最后脱掉他的外套拿着离开。案件重演结束，古田对着中川说，凶手已经找到了，杀死侦探的凶手就是你。你说你没有来过这节车厢，没有坐过这个位置，但你刚才却做了一件
只有坐过这个位置的人才会去做的事，那就是没有去调座椅靠背。一般人觉得拥挤都会下意识的去调一下，而你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中川表示，他看到后面坐的是一位黑道大哥，所以就没有调整，怕引起他的不满。听完此话，古田让他转过头去看一下。中川扭头一看，下一秒却瞬间惊掉了下巴。坐在他后面的早已不是刀疤脸大哥了，而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原来刚才中川进来的时候，怕刀疤脸大哥认出自己，于是采取后退进入的车厢，便也就没看到后座早已换了人。紧接着古田继续逼问，如果你没有来过这节车厢，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后座之前坐的是一位刀疤脸大哥呢？中川无话可说。古田又趁此机会拿出一堆东西，表示这些都是从垃圾桶里找到的，大部分东西都能配得起来，眼镜配眼镜盒，眼药水配瓶盖，但只有相机的底片不见了。看来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底片上。接着古田继续说道，首先怀疑你是因为这个外套，你穿起来看着有点小，其次是外套的口袋，你走路的时候里面有硬币摩擦碰撞的声音，口袋里明明有零钱，而你之前去餐车买橘子的时候却用的是刷卡的方式。你说不怀疑你，我去怀疑谁呢？好了，影片到此结束。最后中川无奈认罪。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这名男子名叫陆鹤丈史，他是岛国的资深艺人，出演过《死亡笔记》真人版里叶神月的父亲，回首又见他里包庇司马大夫的外科主任。好了，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给小森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